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牵动人心，市场遭遇袭击却无人承认，乌克兰嫌疑很大，俄罗斯要为自己辩解。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评估，我是易评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炮火连天，俄乌各执一词，到底谁在说谎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乌克兰的4座核电站之一，上世纪80年代投入使用以来，发电量占到乌克兰境内发电量的25%以上。它也是全欧洲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今年3月份，这座核电站被俄方接管之后，市场遭到不明来路的袭击，各方都对它的安全表示担忧。此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警告，一旦发生事故，将导致史无前例的核灾难，而且它在受到损坏时的危害程度将远远高于之前的切尔诺贝利和福岛2次核电站事故。不仅仅是乌克兰，整个欧洲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俄罗斯国防部也曾表示，这座核电站一旦发生大规模事故，将是全人类的灾难。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牵动很多人的心。每当它受到袭击后，俄乌双方都是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就在不久前，乌克兰发动炮击，俄方表示乌军向城市居民区以及该核电站附近区域发射了大约25枚炮弹，但是乌克兰否认自己发动了袭击，并表示这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好戏，目的就是为发动进攻寻找借口。其实双方这样的争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多次了，到底是谁在说谎呢？照理说，俄罗斯3月份已经占领了这座核电站，完全没有攻击它的必要。我以为这很可能是乌克兰自导自演的好戏，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嫁祸俄罗斯，可以抹黑它的形象，拿袭击核电站当借口，会对俄罗斯的国际声誉带来极坏的影响。第二，不断的袭击制造恐慌，就会让周边的民众受不了，就会耗费俄罗斯的精力，这样还能减轻乌军在前线面临的压力。第三，乌克兰可能在演戏给西方国家看，如果他们不来帮忙，核电站一旦泄漏，事情就大了，整个欧洲都会受到影响。只有让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帮助乌克兰，为其提供武器，这样他才能削弱和阻止俄罗斯的攻势。第四，乌克兰想要夺回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极其重要，乌方喊话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中立，还要划定非军事区，最终目的是想要把核电站夺回来。充沛的电力在战时何等重要，不言而喻。而且有了核电站作为盾牌，俄军发动攻击就不得不小心了。面对乌克兰的污蔑，俄罗斯只能用拳头回应。俄军继续摧毁乌克兰的远程武器，尤其是重点针对 M777 榴弹炮和海马斯火箭炮，以及西方国家援助的其他远程武器。这样既能给乌克兰以震慑，又能给西方国家以警告。俄罗斯当然不想把核电站交出去。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处于交战前线，位置很重要，但是与其被污蔑，还不如积极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来调停，向世界展示诚意，至少表明俄罗斯没有走蓝，这样乌克兰就很难找到借口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人员已经准备动身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俄方希望他们尽快到来，只有这样俄罗斯才能撇清嫌疑。双方有关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袭击一事的争辩，只不过是俄乌冲突的一个缩影。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虽然有西方国家撑腰，占据着道义制高点，但是在战场上的实力还是拼不过俄罗斯，所以他常常会使一些小手段，搞一些小动作，制造各种事端来嫁祸于俄罗斯。比如之前乌克兰就曾以导弹袭击俄军关押乌军战俘的营地，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能够和平解决。如果让切尔诺贝利事故重演，那将是整个世界的不幸。好，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